有一位医生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全场沉默了3秒钟。他说，没有任何人能治好你，只有你才能治好你自己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，但当你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他花了20年时间，帮助全球数百万人从各种疾病里爬出来，你会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完全不一样。他叫 Mindy Pelz， 功能医学专家，畅销书作者，全球最知名的进食研究者之一。而他今天要说的，会彻底改变你对吃饭这件事的理解。不只是减肥，是你的性生活、你的伤痛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大脑，还有你和另一半之间那些莫名其妙的争吵，全都跟这一件事有关。这件事叫做进食。在你划走之前，先听他讲一个故事，一个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说，他曾经有一个严重的跟腱受伤，物理治疗、药物、休息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统统没用。最后，他做了一件听起来极端的事，他5天不吃东西，只喝水。第4天，他的脚踝开始有一种奇怪的震动感。第6天，疼痛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反应可能是，这不可能。但这不是玄学，也不是安慰剂效应。这背后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发现。而一旦你理解了这个发现，你会惊觉，你的身体其实一直都有这种能力，只是你从来没有触发过它。好，那我们从最开始说起。大多数人对进食的理解就是饿着自己来减肥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，而且是一个让你永远无法真正受益的认知。Mindy 解释说，你的身体其实有2套完全不同的能量系统。第一套是糖分燃烧系统，每次你吃东西，血糖上升，身体用糖来运转，这是大多数现代人每天24小时在使用的系统。第二套是脂肪燃烧系统，当你停止进食，大约8个小时之后，身体开始切换，开始把储存的脂肪转化成一种叫做酮体的物质。这套糖分燃烧系统比你想象的更疯狂。采访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他在身上贴了一个血糖监测仪，24小时贴身佩戴，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上。戴上它之后，他有一次在洛杉矶的一家加油站便利店里买东西，就是那种你我都进去过100次的地方，货架上摆满了薯片、软糖、能量饮料。以前他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但戴上监测仪的那天，他站在货架前，第一次真正看见了这家店。他后来跟 Mindy 说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整间店里唯一一样我能吃，而且不会让血糖飙升的东西是水。Mindy 听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我真心认为，如果每个人都带上这样一个监测仪，人类整体的健康状况会被彻底改写。因为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每天喂给身体的究竟是什么，他们只是在用嘴巴一次又一次的把糖分燃烧系统按在开机状态，从来没让它关过机。而脂肪燃烧系统只有在你给它机会的时候才会打开。酮体是你的大脑最渴望的燃料之一。他说，你的大脑其实需要 50% 的酮体和 50% 的葡萄糖来运作，但大多数人的大脑从来没有获得过足够的酮体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身体足够长的时间去切换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长期感到脑雾、思维迟钝、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不是你的大脑出问题了，是你从来没有给它正确的燃料。然后他说了一个数字，把采访者直接说愣了。进食13到15小时，男性体内的睾酮素会自然上升 1300%， 不是 13%， 也不是 130%， 是 1300%。1300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只是停止进食足够长的时间，让身体自己完成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生长激素会上升。生长激素是让你保持年轻、燃烧脂肪的核心激素。炎症开始下降，那些让关节僵硬、浑身酸痛的炎症因子会在进食15小时左右开始明显减少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真正让科学界震惊的。当你撑过17个小时，你的身体会做一件以前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被观察到的事，它会启动一个叫做自噬的机制。自噬这个词来自于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发现。日本科学家大于2点，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人类最高科学荣誉。他的意思是，当你停止进食足够长的时间，你的细胞会开始清理自己。那些老化的、
功能失常的，甚至正在癌变的细胞会被身体识别出来，然后被分解、回收，用来修复那些还有用的细胞。这不只是清理垃圾这么简单。Mindy 提到过一项在新冠疫情期间做的研究，结论细思极恐。病毒要复制，得靠抢。它钻进细胞之后，需要利用细胞里囤积的能量物质，才能疯狂繁殖，然后再攻占下一个细胞。一个血糖囤积充足的细胞，对病毒来说就是一场自助餐。但如果病毒闯入的是一个正处于自噬状态的细胞呢？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多余的能量给它抢，没有资源给它复制。这样的病毒很难存活，很快就会死掉。换句话说，自噬状态下的细胞不只是在清理垃圾，它是在把家里所有能被小偷利用的东西都藏起来，让入侵者无处下手。这就是 Mindy 的跟腱为什么会在第5天被修复。5天不吃东西，身体里的干细胞开始在全身系统性的涌现，去找到需要修复的地方，然后修它。他说，这其实不神秘，从进化逻辑上完全说得通。几万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受伤之后，如果无法行动，无法捕猎，就吃不到食物。所以身体进化出了一套机制，当它感受到没有食物进来这个信号，它就会全力以赴修复你，让你重新能去找吃的。你的身体一直都有这种能力，只是我们的3餐规律从来没有触发过它。说到3餐，Mindy 戳破了2个几乎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谎言。第一个谎言，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。这句话来自于1970年代凯洛格玉米片的广告词。他们需要一个理由让你早上吃他们的产品，所以他们发明了这句话。他说，他找遍了所有科学文献，找不到任何研究能证明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。这只是一个做了几十年的营销。第二个谎言，少吃多餐能加速新陈代谢，也是谎言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。真正能加速新陈代谢的是让身体学会在2种能量系统之间切换。只要你能从糖分燃烧切换到脂肪燃烧，你的新陈代谢才会真正被激活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有3餐规律？因为我们的父母，因为学校的时间表，因为钟表。他说，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想在上午9点吃早餐。我们被训练成按照时钟进食，而不是按照身体的真实信号进食。当身体真的需要能量，它会告诉你，但我们从来不去听它。那在时钟出现之前呢？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吃饭的？ Mindy 说，他们从洞穴里走出来，没有冰箱，没有储藏室，更没有外卖软件。他们得自己去找食物。有时候猎物很好找，他们满载而归，然后饱餐一顿。有时候猎物很难找，他们要走很远，饿着肚子去追踪，去搜寻。这种一顿饱一顿饿的节奏有个学名叫盛宴饥荒循环。这才是人类原本该有的生活方式。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祖先们做体力活最狠的时候，恰恰是他们还没吃东西的时候。他们是饿着肚子去打猎的，吃饱之后才是休息和恢复。这个顺序藏着一个被现代人完全用反了的健身秘诀。当你在进食状态下运动，身体会去动用囤积在肌肉里的糖原，这些糖释放出来，一部分变成酮体供你发挥体能。对于想要减脂的人来说，这个过程能让肌肉线条变得更紧实、更清晰。但故事只讲了一半。祖先们打猎回来之后做了什么？他们开始吃肉，摄入大量蛋白质。这个动作会激活一个叫做 mTOR 的机制，这正是刺激肌肉生长的关键开关。研究发现，大约30克蛋白质就足够触发肌肉里的氨基酸受体，让肌肉开始变得更强壮。所以真正有效的顺序是，先空腹运动，把囤积的糖分甩出去，享受酮体带来的专注和爆发力。运动结束之后，马上补充蛋白质，把 mTOR 这个生长开关按下去。这也顺便解答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，进食会不会让你掉肌肉？ Mindy 的回答是，看起来会，其实不会。进食确实会让肌肉看起来变小，因为它把囤积在肌肉细胞里的糖分排掉了，线条会显得更精瘦。但只要你在破戒的时候吃够蛋白质，把 mTOR 重新点燃，肌肉不但不会流失，反而会长得比之前更结实。真正会让你掉肌肉的，不是进食本身，是你饿完之后什么都不补。他给出的减脂公式只有3样东西：
负重训练用来增加肌肉里的胰岛素受体，进食用来清空囤积的糖原，破戒时吃够蛋白质，用来把肌肉重新养回来。至于有氧运动，他的态度很直接，跑步这类有氧运动对减脂本身的帮助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真正的价值在于情绪，内啡肽带来的那种畅快感是很好的心理健康工具，但如果你指望它帮你甩肉，可能找错了对象。马拉松运动员练出来的往往不是更强壮的肌肉，而是被大量消耗掉的肌肉。而现在很流行的那些减肥针呢？Mindy 提醒得很直接，那些针剂确实能让体重秤上的数字往下掉，但代价是肌肉，而不只是脂肪。你以为自己瘦了，其实你只是变虚了。肌肉是决定你能不能长寿，能不能一直保持行动能力的核心器官。肌肉里布满了胰岛素受体，一旦肌肉流失，你的身体只会变得更胰岛素抵抗，最后只能靠药物终身维持体重。这是一个短期见效、长期买单的选择。现在回到进食的6种方式，这6种进食不是6个难度递增的关卡，而是6把钥匙，对应身体里6道完全不同的门。时常每往上加一点，身体愿意为你打开的空间就完全不一样。先从最容易的说起，12到16个小时，这是绝大多数人挂在嘴边的间歇性进食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成随便饿一饿的那种。它其实很讲究，你得让血糖真正稳定下来，不能一边进食一边在厨房门口顺手丢一颗葡萄进嘴里。对，就是这么严格，那样做的瞬间，你已经把自己拉出了进食状态。窗口你自己选，夏天可以试试上午11点到晚上7点，冬天天黑的早，就往前挪到10点到下午5点。这不是在饿自己，只是稍晚一点吃早饭，稍早一点结束晚餐，然后靠这份稳定换来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好处，酮体、睾酮、消退的炎症。再往上17个小时，你跨进的是一扇完全不同的门。前面提到的自噬、清理受损细胞，连病毒都失去落脚点的那种状态，正是从这里正式启动。而它还有一个很少被提起的隐藏福利，你大脑里那个掌管全身荷尔蒙的中枢，下丘脑和垂体，恰恰是最容易被自噬修复的区域之一。这个区域没有血脑屏障保护，对毒素几乎不设防，一旦被毒素干扰，人就容易出现多囊卵巢综合征之类的荷尔蒙失调。而卵巢和睾丸里负责分泌性激素的那些细胞，同样是自噬机制格外偏爱照顾的对象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性欲低下、激素紊乱的案例会在跨过17小时之后开始出现转机。24小时是肠道的重启键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进食满24小时后，肠道里的干细胞会大量涌现，开始修复受损的肠道微生物组。这对长期吃避孕药、反复使用抗生素、肠道菌群早就一团乱的人来说，是一个有科学依据的系统性重置机会。Mindy 说，她在诊所里用这个方法，帮无数病人解决过肠道问题、情绪问题、血清素不足。毕竟，血清素这种让人快乐的物质，绝大部分是在肠道里生产出来的。36小时是 Mindy 私心最推荐给想减脂的人的方案。研究显示，撑过36小时后，身体会开始优先燃烧那些最碍事的脂肪。你猜哪里减的最多？腹部。他半开玩笑说，早知道这么有效，当初应该直接把这个方案改名叫暴瘦小肚子进食法，说不定会更火。48小时动的是你的多巴胺系统，这是动力分子，也是快乐分子，同时也是那种要更多、永远填不满的欲望源头。那些对食物上瘾、对糖上瘾，吃得越多反而越不快乐的人，往往是因为多巴胺受体已经被过度刺激到麻木了。48小时之后，新的受体会重新长出来，同样一口食物能带来的快乐反而变多了。72小时，也就是3天，是免疫系统的一次彻底重启。这项发现来自癌症研究，3天进食之后，身体里的旧白细胞被清除，新的白细胞涌现。系统性的干细胞会在全身流动，去修复任何需要修复的地方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？ Mindy 的跟腱正是在5天的进食中，被这套72小时之后才会全面启动的机制修好的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兜了整整一圈，终于回到了开头。现在来一件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，进食和你的性生活有关系。先说男性
Mindy 说，男性其实也有周期，只是被压缩进了24小时，准确说是每15分钟一次。他提到一个在女性圈子里心照不宣的调侃，如果你不喜欢老公刚才说的那句话，别急着反驳，等15分钟，他大概率会说出完全不同的话，因为他的睾酮素又刷新了一轮。采访者听完，尴尬地笑了，说，那女性这边，我是真的一无所知。我唯一了解的是偶尔听见我妹妹提到过一句话，然后是我女朋友偶尔说一句我来月经了。Mindy 说，好，那我给你黄金级别的实用信息。月经周期大约28到32天，每个女性略有不同。第一天是开始出血的那天，第一天到第二天不要去惹她，她正在从上一个周期过渡出来，给她空间。第3天到第12天，雌激素开始上升，她会变得更外向、更健谈、更愿意连接，这是一段和她深谈、解决矛盾、规划未来的最佳窗口。你和他有任何需要谈判的事情，放到这个阶段来谈，他有足够的雌激素来支持清晰的沟通和情绪稳定。第10到第15天，排卵期，这5天，他的睾酮素是整个周期里最高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他的性欲也是最高的时候。如果你们之间的性生活出现了频率不匹配的问题，这是最有可能达成一致的窗口。Mindy 在书里把排卵期叫做显化阶段，这几天不只是身体在为繁衍做准备，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刻。他说自己写书会特意把最需要灵感的部分留到这5天来写。如果你想和他谈一个新项目，一次创业构想，这几天也是最容易一拍即合的时候。第15天之后，荷尔蒙开始下降，他可能会有几天情绪低落，不要试图在这个时候解决任何重大冲突。你只需要问一句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然后闭嘴，听他说。第17天到月经来之前，孕酮进来了，这是最需要你温柔的阶段。足浴，给他按摩脚，告诉他你爱他，不要试图挑衅他。他可能会说我很胖，我很丑，你只要坚定地说你很美，然后不停重复，直到月经再次来临，然后重新开始这个循环。顺带一提，西班牙已经立法给女性提供3天带薪经期假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Mindy 说，理想状态下，这3天不该卡在流血那几天，而应该提前用在月经来临前的那一周，因为那才是身体最需要放慢脚步的时候。他认识一位企业家朋友，直接把整个工作节奏按月经周期重新排布，周期后半段少开会，早下班，工作量主动砍半。结果不是效率下降，而是每次月经一来，生产力反而更高。他说，一旦你真正理解了这个规律，你会意识到，女性的情绪不是善变，女性的反应不是无理取闹，那完全是荷尔蒙的节律在运作，和月亮的周期一样精准，只是没有人告诉过男性而已。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一个在女性的一生中会彻底打乱这一切的阶段——更年期。Mindy 说，45到55岁这个10年是女性自杀率最高的阶段。这不是情绪问题，不是软弱，不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够，是因为在这10年里，女性的大脑必须在荷尔蒙不断波动和消退的情况下重新校准自己。这个过程极其痛苦，而且几乎没有人理解她们正在经历什么。雌激素上下波动，你一天看她状态很好，第2天她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不是她的问题，是雌激素在过山车。孕酮开始下降，最早从35岁就开始，导致她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变弱。那些以前完全不会让她崩溃的小事，现在会让她反应激烈。不是她变得难相处了，是她的压力缓冲系统正在收缩。当雌激素最终完全退场，记忆力开始下降，她会重复说同样的话，忘记刚刚说过的事情，然后为此感到沮丧和羞耻，而周围的人却在无意识地提醒她你刚说过这个了。Mindy 说，这个阶段里，他们需要的不是建议，不是你应该怎么样，他们需要的只是耐心和陪伴，帮助他们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，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出了问题。但好消息是，一旦熬过了这段调整期，通常是在52岁前后正式进入更年期之后，当大脑完成了对低激素环境的重新适应，很多女性反而会进入人生里最平静、最自信、最有力量的阶段。性欲回来了，抗压能力反而变强了，她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那段过渡期只是暂时的黑暗。好，现在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。
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有这么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，我们却从来没有感受过它？先说一个实验，两只基因完全相同的老鼠为同样的食物做同样的运动，唯一的差别是，其中一只被额外接触了一种叫做双酚 A 的化学物质，就是那种藏在很多塑料制品里的成分。结果，接触双酚 A 的那只老鼠开始增重，连毛色都变了。基因一样，饮食一样，运动量一样，唯一的变量就是那一点点塑料。后来，研究人员把双酚 A 从它体内排出去，这只老鼠的体重又降了回来。这就是致胖因子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摆上台面的时刻，一种让你的细胞产生胰岛素抵抗，让你无论怎么努力都减不了重的化学物质。而双酚 A 只是这类物质里最有名的一个。Mindy 说，现在他们甚至在你衣服的微纤维里都能检测到这种塑料成分，洗衣服的时候，他们会顺着排水管一路流进海洋。我知道，这听起来很让人绝望，但请先别急着划走。Mindy 说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毒素最密集的时代，每一个塑料瓶里的双酚 A， 每一种超加工食品里的化学添加剂，每一瓶普通洗发水里的合成激素干扰物，都在悄悄干扰你的内分泌系统，破坏你的肠道菌群，堵塞你的排毒通道。他提到一组数字，在美国，只有 12% 的成年人各项代谢指标，血压、胆固醇、血糖、胰岛素全部处于健康范围。也就是说，10个人里将近9个正走在某种慢性病的路上，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。肥胖、癌症、心脏病、精神健康问题，几乎每一种现代慢性病往根上刨，都能刨到代谢紊乱这4个字。还有一类毒素叫邻苯二甲酸盐，藏在香水、古龙水、洗衣液、空气清新剂里，甚至已经渗透进自来水，被检测在饮用水和农作物里。它是导致全球男性精子数量下降、睾酮水平走低最主要的化学物质之一。这和我们前面说的男性睾酮普遍下滑、性欲普遍走低，其实是同一条线上的2个点。但他说，这不是让你绝望的信号，这是让你觉醒的信号。你的身体一直都在努力地为你工作。说到身体一直在为你工作， Mindy 讲了一件几乎没人会主动去想的事，你的腋下和私处为什么会长毛？他先解释了一个背景，你身体里有一套淋巴系统，专门负责把毒素从内脏器官里运出来。肝脏有自己的淋巴通路，肠道里也布满淋巴结，把废物一路清运出体外。这套系统要正常运作，前提是通道必须保持畅通。肠道是第一个例子。他说，你应该每天都排便，如果没有，身体正打算排出去的东西就会堵在里面，越积越多。第二个例子是腋下。他教了一个很简单的自测方法，照镜子看你的腋窝应该是凹进去的一个坑，而不是鼓起来的一团。如果是鼓起来的，说明那里的淋巴是停滞的，尤其对女性来说，意味着从乳房方向该排出去的毒素正堵在腋下，出不去。那这堵塞是怎么来的？他的看法很直接，止汗产品是头号嫌疑人。它的工作原理本来就是堵住毛孔，阻止排汗，可你腋下本来就是一条重要的排毒通道，等于被物理性的封死了。那为什么偏偏是腋下和私处会长毛？他的回答会让你重新看待这件从小到大都被当成麻烦的体毛。毛发其实是身体设计出来的排毒管道，毒素分子会顺着毛干一路被运送到体表，然后排出去。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往往是把它剃掉，相当于亲手拆掉了这条通道。他自己也剃腋毛，他坦白说，让毛发自然生长，实在不是他能接受的生活方式。但他的折中办法是，洗澡的时候用一个天然纤维材质的沐浴海绵，专门刷一遍腋下，靠物理摩擦，重新把那条通道疏通开。私处的毛发原理是一样的，只是负责的器官不同，那里在帮卵巢和睾丸运送毒素。卵巢和睾丸是激素分泌最密集的地方，这些激素完成使命之后，同样需要一条出路，而阴毛就是那条出路的一部分。他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愣住的话，身体从来不会做任何让你不方便的事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增加你活下去的概率。你觉得体毛碍事，觉得腋下出汗尴尬，但那从来都不是身体在跟你作对，是我们先用剃刀、止汗剂切断了他想帮你做的事。你以为腹部脂肪是你的敌人，
但 Mindy 说，那其实是你身体在保护你内脏器官的最后努力，它把多余的毒素和脂肪推到皮下，而不是让它直接堆在你的心脏和肝脏旁边。它在为你争取时间。你以为饥饿是软弱，但那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你快要切换到那个让你思维清晰、脂肪燃烧、细胞自愈的状态了。你以为你的情绪是失控，但那可能只是一个荷尔蒙节律里的正常波动，是几万年进化保留下来的智慧。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没有一条适合所有人的路，只有你自己的路。你是你自己的那个实验，你是那个样本数唯一的研究，你是唯一一个最了解自己的人。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，挑出那些和你产生共鸣的，放到你的生活里去试。不要试图同时做所有的事，你只需要找到一个线头，拉它，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。Mindy Pels 说，他花了20年让人们相信一件事，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敌人。他从来都没有试过，他只是在等你，给他一个机会。